我们今天要切的呢，这个是澳洲和牛的肋眼。终于我们来到了，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块肉。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个油有够夸张哎，日和等级了吧？我觉得，哇，今天很爽哎！你终于觉得不是在吃垃圾肉，是不是？这样烤到这样子脆脆的金黄酥脆，牛排就是要这样，各种风味都有在里面，超好吃，金钱的味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火星主厨威志。今天我们去来切肉。我们今天要切的呢，这个是澳洲和牛的肋眼。那今天比较特别，它是 AM9 Plus 等级的，所以算是澳洲和牛最高级的，也不算，可是就是很高级了。我们要再次感谢广元商贸赞助这块肉，让我们可以拍切肉的影片给大家看。我们之前切了这么多的也不算垃圾，价位比较低的肉，终于我们来到了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一块肉。菲力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一定看个人，可是我觉得肋眼是大家都很喜欢的。那我们今天用田所真情的刀来切，然后我们一样在旁边这边我们就是搓一下，让空气进去。空气进去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把它打开来。这把刀很利，所以我很害怕它。这块肉品质真的不错哎，没什么流出什么东西来。不过因为它脂肪多啦，它的保温本来就会稍微好一点。但这个都干干的，没什么水。哇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这块肉哈。肋眼的话，你看这边有这样子一条一条的，它其实可以剥下来的。它就是靠近肋骨，就肋骨就在这个中间，一条条肉中间，所以它算是肋条。我们上次拍过的肋条。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一边是接纽约客的地方，这边比较眼肉比较不明显，这边就比较看不到上盖，就是接纽约客这一侧，所以这个是后面。那这边眼肉就比较明显了。这个是接卡塔肉丝，就接肩膀的地方。这个太夸张了，这个油有够夸张哎。肋眼的修清吗？其实蛮无聊的，就是把外面的油修掉。通常啊，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不要去修它，整个切下来之后再修。然后肋眼应该算是做牛排最适合的部位了。好看，这边上盖就有分啊，就是1、2、3块肉，这块肉一定有点就是分开来的。然后我觉得它的肋条也不明显了，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好扒的。对，那我们就直接先切一下，我们切头跟尾给大家看。看这边是不是就很像纽约客子，它有带一点点上盖。那头的地方，这边就油脂量很高，稍微难切一点点。可以看到这边这一面长这样子，就是比较接近肩膀的地方，然后这一面是接近纽约客的地方，比较靠后腰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这两块我们这样子比好了，这两块看起来比较不漂亮头尾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厚的筋膜，这边有厚的筋膜，这边没有，这是所谓的肋眼头。对，那这边是靠近纽约客。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，我倒是觉得没有。不过它是一个背椎长鸡，其实它运动的量没有很大，所以它相对嫩，然后重点是它的风味很棒。我们要切什么？牛排啊，今天很勇敢。贵的肉会选多啊。哦，安内哦，我们先切一点虾布出来，虾布就是很薄的片，然后我们稍微烫一下，这样。不是烫一下，我们稍微在铁板上面涮一下，这样子。你今天有多勇敢？非常。你今天梁静茹上身了。那歌声在我的耳边啊。切得不漂亮，算了，就这样。好啦，这样够了吧？够勇敢的吧？田所真情这个切薄片是蛮好用的。因为我们要做小布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油我们就不拿掉。如果这个油拿掉的话，它整个会散开来。因为反正切薄片啊没什么感觉，它的风味会直接把那个大家的不适感带走。接下来继续出动我们的筋硬好了，切牛排吗？这样，我不想烤太久，理论上这样我都可以啊。不要好了，这样好了，反正这块你们吃生的你们也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你们都无所谓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部位的牛排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切一块，我们把上盖跟那个分开。对，那这个我都习惯，就是切完之后再修，因为先修的话，其实意义不大，然后还可能会散开来。毕竟你看它的筋膜就是在这个里面错综复杂的。我们再切一块，然后把上盖跟都分开来。哇，今天很爽。你要吃一块尾段、头段吗？我试试看啊。今天很勇敢的你。没有，虽然爽，但是实验性质还是要在。OK， 好，这是牛排。我们把牛排先修清一下。
有些人觉得这样比较不好修啊，可是我喜欢这个时候再修，把这个筋膜现在把它拿掉。这个油就算是高级的油。广元很妙，它的没有那个油角，通常这边会有块油角，它没有，不像美牛那个油角就会留下来，筋膜的地方拿掉。其实也没什么好修的，他们家的修清规格我觉得是真的没话说，感觉也没什么油，没什么筋膜要修啊。就看有些人会把这个跟这个切开来，这块油拿掉之后再把它拼回去。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必要啊。然后小心它可能会有一些碎骨，所以你在切之前先摸一下，再把那个肋条修下来的时候，或者它锯半的时候，可能会留一些碎骨在上面。这个已经到日和等级了吧？我觉得很夸张。然后这个我们就要切烧肉片嘛，那我就把它尽量修轻了，这个把它分开来，把上盖分开来。其实那块我们等一下把上盖把它分开来好了。对，我们如果要真正好吃的话啦，我们通常会把眼肉跟上盖给分开来，这样，其实真的没什么好修，因为整块都太油了，就是整块都有点太油。我把这层膜修掉就好了。眼肉这块肉的眼肉比较小，眼肉把一些筋膜稍微修，因为我觉得这块很妙，这块没什么筋膜。我觉得这也是特例中的特例啊。根筋修掉之后，它的肋条也不大，我也找不到要修哪里啊。卷牛排拼不回去啊，就这样。那这是我们要切烧肉片的，烧肉片我们稍微认真一点修。就其实肋眼虽然它的运动量不高啊，它其实还是有些筋膜，对，只是它的风味通常会让它的筋膜被忽略掉，因为它风味实在太好了。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集纽约客啊，高级肉的部分，那风味就真的是不一样。那烧肉片要怎么切啊？它纹理是这样子横的嘛，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切。那因为它这个面有点小，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思考说要不要有一点点斜的去切它，可以这样子切，那面就只有这么大，那面就会变成只有这么大了。然后或者是说，你看这边比较小嘛，那我们就可能切斜的，切斜的它看起来就会稍微再大一点。这样，哇，今天吃很多肉这么认真哦，切一部分下来，先把它切成我要的大小，然后我再修这个筋膜，因为那个筋膜是有点曲线的，所以我现在在修会比较好修。然后这块就比较 tricky 一点，看不太到它的纹理。不过理论上都是这样斜的这样长，这个方向这样斜的长，所以切哪一面都可以啦。今天高级耶，然后我们再切个刻花好了，后切刻花可以吗？今天的战力可以哦。久违等到了这个员工福利的时刻。我以为你早就觉得吃肉不是员工福利。没有，这个不一样，贵的不咸，那个其他的看情况。那我们肋眼排最后一个吃，看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刻花，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不太需要刻花，可是我们还是试一下会不会加分。因为我切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口感应该是蛮软的，可是我觉得很妙哎。牛的肋眼啊，就是这种眼肉，它的味道是很浓，然后又吃起来是软的。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猪肉的话，我们所谓的猪里脊啊，是不是就比较没那么好吃？这个我们把它上盖切出来好了。对啊，这边就分出来是不同的肉。那这个我们是要吃什么？牛排吗？还是烧肉片？烧肉片。烧肉片，牛排筋膜。感觉到你的熟辣。怎么可能？你的理智开始回来。眼肉哦。哎呀，顺纹了，所以换一边切。眼肉，这个顺纹的。我也不能吃。我不能拿来煮泡面吗？给新来，这我不能接受。烧肉片吗？还是要切一点牛排？这个时候切就还蛮好切的，切稍微厚一点。你终于觉得不是在吃垃圾肉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吃到现在也没有真的很难吃的肉，可能换一个料理方式都还不错。每一块都有它的价值在啊。你用价值，我会用特色。
像这边有条筋，不过我就不修掉，我们等下试试看。对啊，都修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好修。那再修就会整个散掉了。自己好像有点水哦，因为不能怪我啊，怪广元他们自己的修清规格这个样子，没什么好修啊。你看连油角都没有，连这个油角都没有，我不知道我要干嘛。那我也觉得没有把那个整个眼肉分开来的话，好像意义也不大，所以我也不想做这件事。那肋眼这块肉，我觉得它贵的原因，除了它味道风味好，再就是它是一整条很直的，就是很整齐的肉。对，所以你今天要切片、切牛排，给任何人切，机器切通都可以，就是它另外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。修心也相对容易啊，比起红瓜条那些，我觉得修心都相对容易，比板腱都还要容易。其实板腱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如果好像也不能跟它比，可是就还不错。只要里面会有一条后颈，就有差。它的油花表现也不会有肋眼那么好，因为这是一个分级制度下面的产物啊。因为大家都会切这一刀，然后去看说这个肉的分级，看它的这一面的 marbling， 就是它的油花，然后来决定它的分级。这个分级就会决定它的价格。所以大家都会尽量去培育说这个地方这个切面是漂亮的牛肉。如果是在美国、澳洲、日本这样的分级制度下，那欧洲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体系，他们可能认牧场、认饲养的人、认品种之类的，这个是比较客观的体系啊。那个就可能它产量也不高，不一定。对，这样。那肋眼就这么简单，超简单，超无聊。我以为肋眼会有点事做，没有，那你肋条都不给我啊？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试看。肋眼是怎么样？我要搬新的工作室了，那边会有更多的课程，跟不管是吃肉的课程、切肉的课程，或是玩什么东西的课程。如果各位干爹呢愿意就是摆东西在我们后面的话呢，让我们的工作室不要只是空空的工作室呢，对，大家要赞助我们厨具、赞助我们烤箱，就来信跟我们讨论。感谢大家。现在要到什么时间？吃肉时间，烤肉时间，刮卡。不要。又来了。哎，那我呢？我想烤哦。烤给你大头。那我们要先做什么事？有奢入剪，这边有奢有剪的吗？没有，就是急奢跟补奢啊。我觉得先把时间长的拿起来用一下好了啦。听你在那边屁话，什么奢跟剪的，这个你不可以动哦。我们先烤眼肉的。我可以帮你烤刻花的，刻花里面露出汁之后就可以。那你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什么时候翻面？我觉得可以啦，翻翻看。那个还不行。好，我们肋眼啊，为什么那个上盖跟眼肉要分开来烤？其实我弄牛排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把它分开来，因为呢，它们两个的油脂含量差很多。油脂含量差很多的话呢，就会造成说热度的传导会不一样，所以熟的时间也会不太一样。水了，水了。水了，这可以了。还没啊，再一下。理论上呢，这个油脂高的会比较慢熟，那油脂低的会比较快熟，这样，所以我把它摆中间，再一下，这可以了。这个可以。这个也可以了。这个也水了吧？对了。你看吗？我烤的好吃。哇，超好吃，金钱的味道，好吃对不对？真的有金钱的味道。金钱的味道。金钱的味道。我等很久的那个员工福利。哇，无话可说了，谢谢广元。真的要感谢广元，让我们吃到这么好吃的肉。贵就还是有贵的原因啦。真的就是入口即化。说有没有入口即化？我觉得主要是风味。像我们刚刚吃的腿肉，就风味就不一样。你又在演了。它连那个味道都是高级的味道。另外一边的眼肉，刚刚吃的靠近纽约客的，有点油油的。太油啊，太油不要吃。我觉得肉还是要烤到有一点点焦香会比较好吃，不论里面多熟，可是外面要有焦香。我那天去吃一家高级的烧肉，结果它都没有烤焦香，吃起来就偏无聊。哎，那个要翻了，你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拿起来哦。那这个翻，这个翻，这个可以了，那个可以了，很棒。这个可以翻，这个可以翻。这一口是入口即化，你要不要先吃我的？入口即化。入口即化。比那块刚刚那块入口即化，你小心那一罐可乐不要打翻。
入口即化，谢谢。还谢谢。谢谢广元，要继续感谢。是不是？这是靠近头段的，比靠近尾段的软一些。我通常都还是挑头段，那种卡青的味道，咸的味道。是你的哦。啊，我们2个吃就好了啦。哎，那我嘞？等一下，这是他烤的。他想要尝尝自己的作品。还是不错啊。所以只要花够多钱，谁弄都差不多。你不能这样讲，你有我亲传的那个烤肉功力。那我嘞？你已经拍过那个小朋友烤牛排了。好啦，没有啊，还不错啊，明明就吃一堆，太夸张。哦，这个超油的，这个上盖的那个上盖的烧肉，入口即化。这个我觉得一下就好了，这个吃不多了。这个你要吃吗？你要吃我烤的吗？不能说都可以，是可以，真的超好吃的。好哦，等我一下哦。这块我觉得吃不多，我吃，太油了。我吃，我吃。吃不多，太油了，是不是入口即化？哎，太油了。不一定哦，那也有那个演戏。这个不一定啦。这个吃不多啊，太油了。怎么样？比刚刚那个还入口即化。他还是很爽。这很可怕。哇这冲击感太重，哇这个上盖冲击感太重，太肥了一点，哇！整块就肥了。好像在吃油一样。对啊。在吃这个下面这个，好难。这是另外一个上盖，爸爸，超肥。这比刚刚那个更入口即化。太高级，太油了，这个比较有肉味，这比较有肉味。这比较热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来这个shabu niku，趁高妹不在的时候，免得他就要下。这感觉很不妙哎。这还是用机器切会比较漂亮，切的比较薄。回来啦！哇， shabu yaki，那我要。我也要，不要了，我来弄好了。这有点技术，测温度。你干嘛摸一下啊？你知道这个叫夹子吗？它不是温度计，我是把它压下去，让它贴平板子。我也是啊。好，算了，争不过你。我觉得我们只能吃这2片。那剩下的怎么办？没有，剩下的就是那个镜头后面，我个人的福利时间。我想要把这个筋切掉。这个，高妹，没有，你不要乱叫好不好？太油了。哎、你也有极限的时候哦。你偷懒，我夹那个比较瘦的地方，不行啊。保护一下那胆固醇。那我胆固醇也要过高了。你还早，对。好吃。你喜欢吃这种比较焦焦的，对不对？我肉已经极限了。你极限哦，那等一下还有一块。哎，你是大人哎，我是小孩哎。你知道大人比较美丽吗？小孩也很美丽，有不好，尤其是小 baby。好吃，金钱的力量。你已经坏掉了。shabu yaki。哇！所以我觉得它拿来做 sukiyaki 这种薄切的，它不管厚还是薄的，还是蛮好吃。这个好厉害哦。对，肉味也有，油味也有。各种风味都有在里面。可是以我觉得就吃一些就好，可能牛排、烧肉跟 shabu yaki 只能选一个，不能太贪心。只能当一个punch。他已经吃到已经开起了。这样烤到这样子脆脆的金黄酥脆，这个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你想要吃熟一点吗？我的喜好是熟一点，我是生熟，均衡，1比1，完美比例。摄影叔叔的员工福利可以撑多久？我说摄影师叔叔到底
员工福利可以撑多久？对啊，还好啦，差不多啦。这一集等3年了，差不多了。等3年呢，你也太可怜了吧？有在这边拍3年的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你从当兵开始算哦。这可以了。金钱智对，慧。你看这油超多，还在滋滋。那眼肉你看就没有那么滋滋了。而且我们有认真修一下，摆一下，让它 rest 一下5分钟。粉红，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rest 就会这样子。要大口吃吗？牛排就是要这样，谁烤的这么好吃？哇塞，烤的实在太好了！你看整块牛排都没有什么渐层啊，是不是都没有分层啊，也没有灰圈？我发现你在偷臭。我偷臭谁？这又不是鸭胸，大口吃啊。还是蛮好吃的。我觉得是我烤的好，太感动，流泪了。高级的味道。而且我觉得眼肉我比较喜欢，因为没那么肥。它是那么好吃。比刚刚那些都吃的还多，那个风味，那个肉味很甜呢。我也要。你不是说你不要？我也要。关你屁事！上盖。是一个牛肉的浓汤，而且是乳化过的，一半脂肪一半水的乳化型。哇！给我够油了，没有，整块都这样啊，我没有特别挑啊。好油！这个在第一块你就会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冲击性已经太大，因为你现在脑部的那个接收器已经坏掉了。哦，你懂他的意思哦。它咬起来完全没有肉的感觉。因为这块实在太肥，这块奥河实在油花太多。对，它看起来是个肉，但是你咬起来像个油。其实这一块已经有点像日和的程度了。我听到你在吃苹果，吃屁吃啊你！对啊，你头发为什么一边翘翘的、很奇怪欸。那吃一吃，嗨起来了。我也要吃苹果。哦，真不管怎么样，都是这块肉真的很好吃。不管怎么样，它真的非常非常好吃，不论是它的油脂量，还有它的风味的量，真的都非常棒。其实最好吃，我觉得还是寿喜烧。寿喜烧的话，刚刚好会让它有一点层次。牛排也不错啊，可是就是不多，10盎司左右，大概2个人吃。主要是它的今天的上盖实在太肥了。这块我烤得很好吃哎，我觉得眼肉好吃，无论是风味啊、甜度啊、脂肪含量都刚刚好，因为它就是一块不管怎样都会卖得好的肉。没有因为它价格跟日和很接近，我觉得它的优势是它可以比日和不油一点点，价格稍微低一点点，然后这块是特例，这块有点油。日和我觉得除非是好的牧场，不然有时候味道就只有油。那如果大家对这块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你不要跳奇怪的娃娃。如果想要买这块肉呢，可以参考我们底下的商场，我们这些商场里面会卖肉。那欢迎加入我们赖社群，里面有更多人可以回答你更多有趣的问题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然后就是赞助我们拍出更多更有趣的影片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怎么样？喜欢的不准不乐。哦，你终于背起来了，那我原本就背起来。真的哦，那你反过来念。倒妹。好，我们今天下次再见，拜拜。